凭借金拉300、奔达大热，极高的性价比和不错的外观，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用户。但对于摩托车行业，其实奔达仍然是个小学生。从金吉拉300到辽700，奔达在细节上还存在太多需要优化和改进的地方，包括最近由于部件断裂引发的很多小问题，其实都逐渐浮出水面。比较严重的问题，如后平叉断裂、后泥瓦支架断裂、飞轮螺丝断裂，其实无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因为用户使用习惯不当造成的，但最起码奔达都在积极的解决问题，这样的态度首先是极好的，但也希望通过这些问题，奔达以后能够提升品控和出厂测试的严格度。既然设计上已经脱离了平庸，也希望在其他方面能够脱离大众化。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火舞250到辽700，奔达走了10年，究竟是10年的功夫扛不扛揍呢？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体验和看法，希望对正在观望的摩友和已经订车的摩友都能够有所帮助。当我初次见到实车的时候，也是被它夸张的外观所震撼到了，特别的大，油箱的宽度在50厘米左右。当然并不是因为辽的油箱容积大，而是整车被较大的外观覆盖件所覆盖。除了 ADV 车型以外，参考一下我认为整体比较宽的老款雅马哈 R1， 对比辽 R1 就显得十分娇小。另外，以下是辽和一些重型机车的对比图，大家自行感受这个整体大小。哦对了，说到这儿，辽的车长和轴距甚至比哈雷滑翔的还要长，这是和滑翔的实车对比，在不算尾箱情况下，辽会比滑翔多出半个轮毂的长度。哦对了，虽然辽700整车尺寸很大，但因为采用铝合金一体车架，所以重量并没有像传统巡航车那么笨重，仅有235公斤。要知道这么大尺寸的车，如果是哈雷的话，最起码都要300公斤以上了。对于男性车主来说，在紧急刹车导致的倒车情况下，救车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而对比后轮胎的夸张属性，辽的头部也是大家很关注的点。常规头灯的位置现在是冲压进气，这种撞风设计的确能够比其他位置进气获得更多单位面积的冷空气进入，但是固定的风道装置和较小的进气口，在我看来提升的能力着实有限。如果可以将这里设置上旋转风叶，然后加大进气口进气面积，我觉得这部车的性能还能攀升许多。对了，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因为有了这部分的设计，辽的头灯被压缩到了一个较小的位置。这么小的灯究竟亮度咋样？从这两组近光和远光的实际表现中看到，我个人觉得城市环境基本满足使用，但纵向范围不是特别的广。细节上除了车身覆盖件外，大部分元件都是供应链提供，你有它也可以有，所以没什么可说的。但这里我提一下车机，虽然相比较机械仪表，这个彩屏要更现代化了，但是并没有增加太多的显示功能和信息，除了自动切换日夜间模式比较赞，手机投屏功能还是比较鸡肋的。没有具象化的导航路线，也没有声音提示的话，这个功能仅仅是能当做一个下选。猫超分在后台可能无法定位，建议切换到前台使用。除了夸张的外观，很多摩友关心这部车的骑行姿态和自己是否能够驾驭。首先以我个人来说，我身高1.75米，体重200斤，我骑上去的状态是可以做到全脚掌着地，但脚掌只有75%的部分受力，这可能是因为我腿部太胖有肥肉的原因啊。那么我认为1.7米到1.75米，体重200斤以下的摩友完全不用担心坐高的问题，而且低重心加靠后的重心位置对于新手也非常的友好，而且在意外倒车时也能够让我们腿部迅速做出反应撑地，减少摔车被压的可能性。下面几张图是不同身高人群上车的状态，供大家参考。在动态骑行过程中可以看到，虽然前置脚踏的腿部舒适性要好于中置脚踏，但换挡和使用脚刹时还是需要更改腿部动作去操作。这里提个小建议，中大型巡航车可以多借鉴哈雷肥仔那种宽大的踏板模式，会让用户骑行状态更加舒适从容。
这台车能够给人留下第一印象，我相信离不开它310宽度的后轮胎。到底这条胎有多宽？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了解到，这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越野车的轮胎数据。目前只有原厂配备宽体的福特 F150猛禽版本才能做到315宽胎，其他都没聊的数据宽。那更别说常见的家用轿车了，有的甚至轮圈大小都没有聊的大。如此夸张的轮胎数据也难怪我每天骑它要多说200多句话。多少钱？拿